古神花创世，神力所归，回其血脉，领了头。古神之力，不是，等我借人界的魔土，便与天混回归天体，寻良人，玉物之身。阿瑶，魔族来势汹汹，作为天庭守卫，我不得不去。好，这副盔甲是我散仙仙力所化，希望能保你平安归来。我星宇此生只爱你一人，待我平安归来，定补偿与你新婚之夜的亏欠。好，那我便等你凯旋。你放心去，此去归来，你必定能晋升上仙，甚至上神。灵瑶，我与玉莲上仙在战场上互生情愫，从今日起，她便留在我的星宫，你们当以姐妹相称。你说过，只爱我一个人。是，我是说过。但现在你不过是一介散仙，我与玉莲也是上仙，而且她和你这等没上过战场的女仙全然不同。自从见到她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爱。好，既如此，我便要见见这玉莲仙子到底有何不同。这就是那位玉莲上仙吗？听说天帝说他击杀魔族时有古神之姿，说不定很快就能成为上神了呢。这位便是玉莲上仙，我星宫的上仙夫人。大家还不见过夫人？见过夫人。阿瑶，玉莲已是上仙，往后你可要敬重她。这星宫的人还真是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这2年跟在小姐身边，受了多少好处，一听到有新夫人，居然全都跑去巴结。你这侍女莫要胡说！玉莲上仙和仙君一体同心，在战场上还能帮助仙君，往后啊，定能多立战功，早日成为上神。灵瑶散仙也能有个上神夫君，多好！他助你，星云，你可知你在战场上屡次化险为夷，是因为我给你的这副盔甲。这侍郎说的没错，有莲儿在，我在战场就有如神助。至于你，一介散仙的仙力增加在盔甲上面，能有何用？居然对古神如此放肆！林阳，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你这种攀附争宠、目光短浅的散仙。我和莲儿都是上仙，日后有了子嗣，资质必定非凡。交由你来养育，你也会得益。你还有何不帮？我以后还要帮你们养孩子，你们将我灵瑶当作什么人？你的孩子，你的上仙身份，本尊更是半分都看不上。既如此，我们和离便是。林瑶，你想以和离来威胁星宇，阻挠上仙之间的婚事吗？莲儿，我以军功向天帝请旨赐婚，他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2位上仙钟情，那是你们的事，但也别想以军功来压我们家仙子。我一个侍女尚且礼义廉耻，你2人身为上仙，竟是如此厚颜无耻！放肆！管好你的人。我的人，轮不到你来欺辱。你们不是说要以军功请婚吗？正好，我正要去找天帝求和离，如此，我们便一起上的凌霄殿走一走。你以为你是谁呀？只不过是一个小散仙罢了。就算你见了天帝，也只能沦为笑话。知府，委屈你了。天帝，我夫人灵瑶嫉妒玉莲上仙身负战功，在府上多生事端，今日竟敢以下犯上，顶撞上仙。臣恳请天帝转臣休妻，以护上仙尊严，以儆效尤。休弃灵瑶古神，
还污蔑古神嫉妒一个小小上仙，这新晋上仙竟如此愚蠢。这灵瑶散仙受着2位上仙的庇佑，竟还如此不知好歹，闹上凌霄殿来，简直不知所谓。是臣思虑不周，未曾先请天帝赐婚便过府，引得灵瑶仙子不快。此事，你的确思虑不周。都怪这贱人，这么点小事，居然闹到了天帝这儿来。罢了，只要攀上星宇，借助他的气运和势力，我定然可以一飞冲天。这点委屈算什么？我并非善妒，只是既无意，便不可同言。故我今日前来，并非来求天帝主持公道，而是恳请天帝可以准许我与星宇仙君和离。灵瑶，凭什么？你不过倚仗我新晋上仙的身份，才站到这朝堂之上。只有我兄你，岂容你提和离？陛下，此父狂妄，请陛下准予休妻。星宇仙君，我成全你，不好吗？成全？我不需要你的成全，你与我谈何成全？灵瑶，你可考虑清楚，和离之事非同寻常。古神，你真要舍弃此人？还望陛下成全，我意已决。星宇上仙，臣在。你家宅之事处理不当，都闹到这凌霄宝殿之上，成何体统？陛下，陛下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在责怪我们无能，连一个内宅女仙都处置不好吗？灵瑶，你提出和离，虽不符合常理，但也并非没有先例。只是星宇毕竟是我天庭新晋战神，关乎天庭颜面，此事……陛下，神君声誉绝不能受损。若是和离，外界岂非以为神君有失，于天庭威名不利？若是传到前线，更是有损士兵士气，还请陛下明鉴。陛下，玉灵将军所言极是，战神声誉重于一切啊！灵瑶仙子既无所出，又无建树，星宇仙君休妻，合乎礼法。合乎礼法，并无所出。那齐心台乃是众仙家追求仙侣的地方，齐心台上的誓言便是礼法。星宇仙君先违背誓言，是否合乎礼法？与我大婚当夜，尚未同房便奔赴战场，我若是当真有所出，那才是不合乎礼法吧？你污言秽语，有失仙家颜面。陛下，诸位仙僚，敢问，这天庭的颜面是系于一纸休书，还是系于公道人心呢？星宇仙君执意休妻，说我善妒便是善妒，那齐心台又算什么？试问天界女仙，往后谁还敢到那齐心台上寻求仙侣？灵瑶仙子说的是啊，这仙君们在齐心台上说的好听，事后一纸休书，反而成了我们的不是。星宇上仙，敢问你今日功勋荣耀，当真全是凭你一己之力，毫无半分侥幸？战场之上，本君危急时刻总能得到贵人相助，那些老将对我也是颇为照顾，我才能一路畅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有本事，运气好，不是凭我，难道还是凭他吗？我的功勋战绩，都是我以命相拼得来的。灵瑶散仙，大可不必如此咄咄逼人。你这样，莫不是要抹黑星宇上仙？好大一顶帽子！不知玉莲上仙是以何种身份在此评判本尊与这位上仙的家事？是麾下战将，还是已入主的未来主母呀？好了，你们两个，此人不配孕育古神。灵瑶，你可想清楚了？还望天地准予。陛下，罢了，灵瑶所言不无道理，我今日便做主，你们二人和
陛下，纵然河狸、灵瑶散仙冲撞上仙世真，岂能毫无成见？哦，依你之见，我该如何惩罚呀？至少应该扣除他以上仙夫人所得的东西，并且立即搬出星宫。这东西确实应当好好分分。我会归还属于星宫的一切，从此桥归桥，路归路。不过也希望星宫不要妨碍我拿走属于自己的一草一木。自当如此。你不过一个宅中妇，又能搬走多少东西？往后这星宫便是我一人做主。准！竟然有这本领，这星宇上仙还真是身在福中而不知啊！古神见他资质不错，选他孕育下一任古神，没想到他居然是如此愚蠢之人。自此，你们二人姻缘已断，再无瓜葛。灵瑶，你将要搬出星宫，我把本来要赐予星宇上仙的卓华宫转赐于你，你们二人无异议吧？我们自然没有异议。听说那处行宫偏远异常，最是荒芜，那能是什么好地方？怎么抵得过豪华的星宫？都退下吧。待会儿见。那小子还真是不识抬举，竟然对你这天地间最后一尊古神如此看不上。倒是古神大度，不与他计较。天帝就别笑话我了。倒不是我不想计较，只不过他那星宫不过一座空壳罢了。我便是计较，又能如何？看来，这位新晋上仙、未来战神是离了伏窝还不自知啊！这些年你为他暗中打点这么多，值吗？无关值否。昔日应允这桩婚事，本就不是为了他，只是恰巧他在那时出现。如今桥归桥，路归路，我要做的就是尽我古神之责而已。便是我不能孕育古神，我也会找到合适的人来传承古神神位。罢了，本就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想着将你的卓华宫赐予他，也好让你有个好住处。既然你们已经和离，那便不再赏赐给他。也借此请古神名正言顺地回到卓华宫去。那便有劳天帝费心了。老古神先去，新古神尚还未孕育下一任古神，古神之力还遭受魔族忌，看来这古神身份还是得藏下去啊。星宇啊，星宇，你可知道你丢弃的是何种机缘？神君，知府，找人去星宫搬东西吧。我们搬出星宫，回卓华宫。神君，我们终于要回去了。星宇哥哥，你这星宫的底蕴果然不俗。哎，你们这是要搬去哪儿啊？韦上仙，这些东西都是要搬去卓华宫的。卓华宫？仙君不好了，我们星宫快要被搬空了。这怎么回事？这不是星宫的东西吗？怎么可能全部搬走了？是灵瑶仙子，她说要分清她和府内的东西，所以她就按照她之前的清单清点了自己的东西，现在更是要全部搬走。他一个闲散的散仙并无官职，以他的奋力仙风，他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啊？小的也不知道呀，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而且什么？小的算了算，如果真的要算起来的话，我们还欠灵瑶夫人不少。既然他身上有份清单，就让他搬吧，省得说我。这家伙是故意打扮成这样来同我攀比的吗？哼，你别以为你精心打扮一番，我就能多看你一眼，真是可笑。我竟不知仙君何时变得这般自恋了。哼，
你一个被休弃的弃子，配称得上是什么神君？玉莲将军当日莫不是没有听清楚，我与他是天地见证下的和离，而非休弃。玉莲将军如今这般说，怕是要打天帝的脸面。你胡说八道！我星宇仙君，你最好管好你家夫人，莫要胡说。走。眼瞎心盲，活该错过我家神君。哼！神君，要不和灵瑶夫人服个软，不然我们新宫真的要被搬空了。服软个屁！这公务郎你是不想干了吧？啊！哼，既然他要搬，那就让他搬。我这堂堂的新晋战神，再加上莲儿，还养活不了一个新宫。东西都搬走了，这执仙宫岂不是一座空壳？我嫁进来可是来享受的，莫不是还要我补贴？不行，不能就让他这么轻易的把东西都搬走了。心宇哥哥，这些东西可不能让他全部搬走啊！他之前掌管内务，难免会做些手脚，不然你想想，他个闲散小仙怎么会有这么多分力？可不要被他给骗了。是啊，神君，他手里不是有清单吗？我们只要把清单抢过来毁了，这样他就没有证据说那些东西是……心宇哥哥，你可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彩礼。虽然我并不介意，可是我毕竟是灵族圣女，你若是失信，灵族的长老肯定也是会责怪于你的。所以，只要我们到时候把清单毁了，他就什么也拿不走了。好，走。站住！别死！星宇仙君，有事？这些年你一直在我府邸，吃穿用度全都由我供应。你说合理？好，我答应你。但你如今把我府里东西搬空，是不是太过分了？就是啊，灵瑶仙子，你虽然只是一介散仙，咱们好歹要些脸面吧，否则传出去的话，你这侵占神君家产，也不是什么好名声。你放屁！这些年上上下下哪样不是我们神君打理？仙凤奋力哪样不是我们神君补贴？你们新宫到底还有多少仙凤奋力？难道你们自己不知？放肆！你这小小婢女，也敢在这儿乱插话！哎，芷服不过说了句实话，也都是句句为我着想。怎么，玉莲仙子就这般爱动怒？你说呢？星宇仙君。我承认，你这些年一直打理新宫，但我自认为我对你不薄。这样吧，东西留下一半，从今往后，你我再没有任何关系。无耻！你这是明抢！这些年，我还当真是从未了解过仙君，我竟不知仙君这般的不要脸面。你们这新宫呀，好歹有公务郎管着，他手中定是有仙凤奋力的进出，你仔细查验便是。我们便没空陪你玩了。走。站住！既然给你脸不要脸，好啊，东西全部留下，把清单交出来。从前怎么从未发现他竟是这般的人？想要清单可以啊。清单就在这儿，想要呀，来拿呀。你不过就是个低微的散仙，修为低微。如果我与你动手，我怕伤了你。这就不劳仙君担心了，拿呀。你和他废什么话呀？哎，灵儿，何必如此着急？你怎么会是灵儿对手？你武力为什么会如此之好？我家神君的本事，只怕仙君从未了解。该死！若是连他这样的散仙都拿不下，今日之事传出去，我这天庭第一女将岂不是会沦为笑柄？
哥，你还在等什么呀？再等下去，你的战神威严就要被超。去死！就这点本事，也学人家强强？你这战神之名，看来水分很大呀。他怎么这么强？他的修为完全在我和玉莲二人之上，别说是我二人，便是10个，我们也不是他的对手。你法术如此之强，为何我从来不知？仙君此番归来，好像也从未想了解我吧？走。莲儿，你没事吧？星宇哥，就这么看着他把所有东西全都搬走吗？你看这次修为能提升如此迅速，定然没少从星宫奋力里面取得了不少好处。无妨，以咱们现在的身份和地位，迟早会拥有这些。哼，今天已经够丢人了。那你就看着他把这么多东西全部搬走啊，那我们的婚礼还如何张罗？星宫府库里是否还有剩余？回仙君，府库中确实还有一些仙凤，但还有一些仙凤就好。林瑶搬走的东西就只有这么多，那府库里的又能少多少？害我白担心一场，都怪这家伙不早点说，害我们今天丢了这么大的脸。府库里那些都是我们这些仙宫下人的本月份脸，这夫人不会是想……走。莲儿，你说我们这大婚，给他送请柬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虽然你们如今已经再无关系，但至少还是有些情谊在的。毕竟他从我们星宫拿走这么多东西，咱们大婚他理应送上礼钱还有祝福。那也不能让我亲自送啊，让名仙士去送不就行了吗？当然是为了一会儿亲眼目睹他在这破旧的宫殿能过上什么好日子了。奇怪，不是听说这里地处偏僻吗？这怎么会有这么庞大的宫殿呢？是不是我们找错地方了？毕竟九重天那么大。哎，我问你，这是谁的宫殿？韦上仙，此处是卓华宫，是灵瑶神君的府邸。什么？你说这是天帝赐给新晋战神的府邸？小仙不知。这里不知比星宫高了不止一个档次，他凭什么？这一切明明都是我们的。行了，当初天帝赐婚的时候，你不都已经答应了吗？说这些管什么用？那你是在怪我了？星宇哥，我只是为你在打抱不平嘛，凭什么你和他和离，这好事都被他占了去啊？这天帝也太偏心了吧！我要去向陛下求情。神君，这几人是天帝陛下为您请来的仙官，帮助您打理天宫。小仙司命见过仙君。小仙宝禄库典守见过仙君。小仙公务郎见过仙君。你们既然都是天帝派来的，那我自是放心的。要不尔等先去各司其职。神君，他们过几日大婚，居然还敢送请柬过来，想要你添一份彩礼钱，他们真是太不要脸了。既然信送来了，那咱们便去瞧瞧吧。哼！陛下是否答应见我？玉灵将军，请回吧。陛下说了，府邸之事当初是你亲口答应的，陛下一言九鼎，岂能反悔？既然陛下不愿意见我，那就怨不得我了。卓华宫，既然我得不到，那我便……怎么样，人走了吗？回陛下，走了。只是看玉灵将军的神色，怕是有些不服。无妨，
他若不服，大可自己去触触眉头，吃些苦头，自然也就安分了。是。这里景这么好看，这就是战神大婚的排场，怎么连个像样的座位都没有？你看这酒，还不如我家仙府自酿的。如今这仙羽仙君竟如此简朴。神君，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向天帝请旨赐婚，按理说宾客应该很多才对，这怎么都是些不入流的散仙和天兵呢？莫要议论他人事情。这到底怎么回事？婚礼的席位为何如此之少？仙酿菜肴为何如此之粗劣？这不是让本夫人和战神成为笑柄吗？咋回事？星宇，这就是你允诺我的风光大婚吗？简直让我们丢尽了脸面！好了好了，给我说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仙君息怒，夫人息怒，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府中份例就这么多了，小仙已是尽力张罗。什么？天庭给我战神府的份例居然不够？仙君明鉴，以前灵瑶夫人在的时候，府中用度从未如此紧张。也是灵瑶夫人走了之后，小的这才发现，府中上下仪饮品阶都是上乘规格，按照寻常份例，早已是入不敷出。这婚宴，小仙实在没有办法变出更多来了。那你呢？府内灵才灵气，怎会这般，连个像样的灵果都没有？仙君夫人，不是小仙不用心，实在是库房里已经拿不出来像样的灵材了，而且就连给二位洞房准备的同心莲子羹，都只能用次一等的冰心莲代替，那效果何止差了一截呀！这怎么可能？你之前不是说府里还有一些份例吗？那是灵瑶夫人拿走自己的东西后仅剩的一些份例了。灵瑶，这该死的灵瑶！仙君夫人，你别激动，大家都看着呢。够了，我知道了。各位，欢迎大家参加我的婚礼，让我的战神府蓬荜生辉。过来，这以前灵瑶夫人在的时候，从来没觉得府中缺过什么，怎么这新夫人一来，不是缺这就是缺那，连修为都停滞了。谁说不是呢？哟，这不是灵瑶仙子吗？竟然真的来参加我们的婚宴。这战神夫人请柬都发了，我有何不敢来呢？知道我是战神夫人就好。那是自然，毕竟想当战神夫人的就只你一人，别人还不太愿意当呢。行了，我们呢贺礼也送了，就祝二位永结同心，百年好合。灵瑶，你大可不必羡慕嫉妒，毕竟这战神殊荣也不是谁都能沾得上光的，还得是上得过战场的才行。你这种闲散女仙自是不配。羡慕妒忌，像谪仙宫这样空有其表的外壳吗？这也不是谁都想要的。不过这样的战神殊荣确实比较适合你，毕竟你也只不过……你得意什么？说不定就是你故意使绊子，见不得我好，见不得我成为名正言顺的战神夫人，所以你才故意使绊子，掏空府邸，是不是？照你这么说，那向天帝提出清算份例的人就是我了。我只不过是拿走了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库房还是在你们手里。如今这库房空了，与我何干？那你解释解释，为什么你一走，府邸就亏空了呢？你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的，不过是早已被我摒弃的空壳。你视若珍宝的战神夫人的位置，似乎连一场像样的婚宴都值。你闭嘴！你这个被羞弃的贱人！星宇，你就这么看他羞辱我？你算什么战士？你就是这么保护自己的女人吗？放肆！我放肆？我说错什么了？你就是个没用的废物！闹够了没有？天哪，仙君竟是这样的！怎么回事呢？这才越闹越大了呢！还嫌不够丢脸是吧？滚！都给我滚！
夫人留步！你们要做什么？夫人，我们知道错了，那个玉莲简直就不是东西，把我们最后的分利全部拿走置办婚礼，我们这个月一点分利都没有了。然后呢？这与我何干呢？我们这些年跟在夫人身边，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听说夫人得了天帝赐下的卓华宫，宫内定缺人手，我们自然还是想跟着夫人的。嘘，可莫要叫错了呀！你们如今的夫人可是那位，你们是认错人了吧？你再帮我们求求夫人吧。当初玉莲刚入府，你们一口一个夫人，恨不得立刻把我神君赶走。现在知道我神君的好了，便又要贴上来，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都给我滚开！这噬魂魔焰专是仙神，便是上仙沾染一丝都要神陨。林瑶，今日你让我身败名裂，沦为天界笑柄，今夜就让你和这破宫殿一起化为灰烬。这火焰可是魔族才有，此处偏僻，就算到时候查起来，也只会以为是魔族奸细所为。林瑶，你就安心去死吧。神君着火了，这火不对，发生什么事了？奴婢不知，突然就起火了。看样子是噬魂魔焰，若无上神出手，根本无法扑灭。此地偏远，若等到上神来，只怕只剩一片废墟。神君快走！知晓了，无妨，本君去看看便知。着火了！快着火了！神君快走，这火危险。无妨。这种程度的魔焰就想对付我，未免太小瞧人了吧？白痴，自寻死路！散！多谢仙君。神君，你没事吧？这怎么可能？他竟然不怕魔族火焰？他到底是谁啊？该放了吧，就想起，是不是想得太好？玉莲将军，证据确凿，你还有何话？陛下，还望陛下明鉴，是林瑶，是他故意设计陷害我，他不知从何处弄来这魔火，故意引我前去，设计害我。连仙界最后一尊古神都敢污蔑陷害，你还真是不知者无畏。哦，你是说灵瑶仙子自己烧了自己的寝宫？陛下饶命！莲儿只是极度萌心，一时糊涂，还望陛下看在莲儿往日军功，为天庭浴血奋战的份上，饶他一命。末将愿带着莲儿重返战场，将功补过。陛下，我也是一时糊涂，还望陛下开恩，我愿清剿军功，重返战场，望陛下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啊！灵瑶仙子，你是苦主，你看如何？这天庭自有礼法，不过，若是他们愿意奔赴前线，以军功抵罪，那便如了他们的意吧。如今也正是用人之际。准，立刻剥夺玉莲要旨，准许他们再赴前线，杀敌立功，将功赎罪，以观后效。臣领旨谢恩。小贤谢陛下不杀之恩。陛下，臣已做好准备，玉莲将会作为臣手下的一名士卒，与臣一起重返战场，奋勇杀敌。这贱人凭什么站在那个位置？他到底是谁？不就是一介无职散仙吗？为何天帝如此看重？陛下，罪臣陛下，天之涯急报，魔族大军突然增兵，魔帅亲临，天之涯要塞危在旦夕。玄臣将军请求天庭火速驰援，否则要塞一后，魔族将长驱直入。什么？这魔族竟然还敢进犯天之涯！魔族贼子猖狂，当初被古神大败，收回天之涯，如今不过短短数十年，竟敢再次进犯，还如此猖獗。天之涯不容有失，那位唯一的古神定会出手，太好了，真是天赐良机。我若请战，定能在古神手下捡到功劳，甚至可以再上一层楼。
若是运气好，得到古神青睐。陛下，末将愿往。末将深知罪孽深重，正欲以此谢罪。如今前线危急，请陛下给末将一个机会，与末将为先锋，驰援天之涯。末将愿立军立状，若不能击退魔军，甘愿战死沙场，魂飞魄散。非常时期行非常之法，玉莲，寡人就给你这个机会，擢升你为荡魔先锋将，立刻点齐本部兵马，星宇仙君带军随后压阵，率军驰援天之涯，听候权臣将军调遣。末将领命，谢陛下恩典，必不负陛下所托。臣领旨。你来了，只怕这次还得有劳你跑一趟才行。这本就是我的职责。为了你的安危，只是不能亮明你的身份，挂帅而去。无妨，若是亮明身份前去，战事必将升级。此刻还有回旋的余地。如今前线的统帅是玄尘吧？玄尘曾是我的部下，我便以参军的身份过去，就近观察战局，必要时再出手，如此也不会过于引人注目。如此甚好。有劳。你是不是疯了啊？知道前线什么情况吗？就竟然敢贸然请命，竟然敢令军令状！我知道，最近发生的事太多了，让你对我有些不满。不过我会让你知道，娶了我只会是你进宫的福气。我会助你成为名副其实的战神，壮大遮星宫的。你哪来的自信啊？没听那传令官说吗？魔帅都已经出动了啊！正是因为听到了，所以我才更得去啊！这可是一个捡漏的好事。你什么意思？你莫不是忘了，这天之涯当初是谁取回来的？你是说那位古神？自然，这天之涯可是3界要塞，若是魔族得手，随时可以侵扰人界，进攻仙界。如今老古神刚故去不到100年，天外天封锁，新古神必定还在这9重天。魔族来势汹汹，那位古神必定出手的。我本是戴罪之身，如今临危受命，便从小卒再度一跃而为先锋。还有什么比这能更快让我翻身的机会？届时若是我们再能得到古神赏识，那才是天大的机缘。待我们得胜归来，我倒要看看他见到我们又是何等模样。只怕是要和我们行上神之礼了。末将玄尘参见古神大人。我还没入主天外天呢，不必如此见外。神君大人，您能回来真是太好了。我们山海军誓死追随神君大人。好了，以后呀，山海军还是交由你管理。我此次前来不宜声张，你就随意在军中给我安插个小兵的身份即可。今天你们杀了几个魔崽子？18个，36个。你呢？我杀了147个。可以啊，你这都能当百夫长了。那边怎么还有个女的？二位仙子莫不是效仿玉莲仙子，也想来战场混个第一女将？不知二位杀敌多少啊？倒也没杀多少，不过练练手嘛。2位女将手无缚鸡之力，能杀1个魔崽子都能高兴半天了。你以为谁都是玉莲将军吗？哈哈，也是，玉莲仙子这样的女将本就是少数。若是二位想要混个军功，不妨跟在我的身边，我也可以给二位捡个漏啊。大胆，你知道我……好了，制服。住口！见过主帅。神君自是不在意这些小事，但神君不可辱。宁瑶，你剑斩魔族士卒300人，百夫长5人，千夫长2人，魔族将领1人。我已经替你向陛下表功了，陛下封你为荡魔将军，掌万人。唉，如此便多谢主帅。哼。这是哪位仙子？居然如此厉害，一来就杀了一位魔将。太好了，多亏神君出手，如今已将这些魔族大军彻底驱赶出天之涯100里之外。神君，请看。末将星宇拜见主帅。末将玉莲拜见主帅。这星宇仙君怎么来的这么慢？罢了，
怎么说也是古神的夫君，还是给些面子。你们终于来了。回主帅，我们在来的路上遇到一支魔族落单的千人小队，我们由于追杀，所以来晚了，还请主帅恕。无妨，能灭千人小队也是大功一件，本帅自会为你们记下一功。谢主帅。你怎么在这儿？放肆！你凭什么站在这里？好了，一个位置而已，讨论军事才是大事。是啊是啊，哦，还没有恭贺仙君呢。能娶到这般好的夫人，外能荡魔杀敌，内能安抚内政，真是好福气啊！是啊是啊，仙君当真是鸿福齐天。这次从战场归去后，只怕是也能继承上神之流了。这些将军还真热情，之前就待我结好，如今竟是对玉莲也如此照顾。诸位将军，你们过奖了。身为仙君道侣，为他分忧解难，本就是分内之事，能得诸位认可，玉莲心中也甚是欣慰。夫君，你说是吧？你胡说八道什么？谁在夸你了？我们说的是……所以刚刚他们夸的是林瑶，而不是我。林瑶，你还真是阴魂不散。我没想到你竟敢假借星宇哥哥的名头，在军营里混功。诸位将军最是照顾星宇仙君。林瑶仙子，你既然来了，莫不是没有和大家讲清楚你和星宇仙君之间的关系？你们既然已经和离，又何必追着星宇哥哥不放？借着星宇的名头来这里混战功，怕是不好吧？和离？什么和离？你们什么时候和离的？回禀主帅，星宇哥哥与我以战功请婚，林瑶仙子不愿与我共侍一夫，所以已经请止和离了。竟有这种事？星宇仙君，你好生糊涂，竟然做出如此忘恩负义之事！就是，神君当真是看错人了。你凭什么打他？凭什么？就凭我们这些人这些年对他的照顾。你要是真有本事，就自己打回来，不要时时刻刻都站在女人身后。把你臭嘴给我闭上！我征战沙场这么多年，什么时候靠过女人啊？哼，不知所谓。怎么？难不成你们还要说星宇哥哥能有今日，全是因为他？怎么不是？他一个从未上过战场的散仙，这才来了几天，怎么就让你们这么不明是非？此处是军中大帐，他凭……灵瑶仙子如今已是荡魔将军，你有什么可质疑的？怎么可能？我回来的路上遇到一支魔族小队，斩敌1000人，百夫长10人，千夫长1人。我尚且还是先锋将，他不过是靠着星宇哥哥混点战功，如何就成将军？你是在质疑本帅吗？灵瑶仙子来此7天，杀敌10000人，歼灭百夫长18人，千夫长7人，敌方魔将2人，你可有疑义啊？而且陛下已经亲自下旨了。这怎么可能？他竟这般厉害！你们此次共带来多少兵马？回主帅，诸神卫2万人，神甲军3万人。好，诸神卫2万人交由灵瑶神君统帅，神甲军3万人，星宇仙君自行领军，驻扎在天之崖外10里，以防魔族大军卷土重来，时刻准备发起反攻。是。凭什么？他就算是将军，他凭什么统领2万诸神卫？将军，你可莫要意气用事啊！这林瑶到底用了什么法子，竟然让这些人都偏向了他？星宇将军，若是不想丢尽脸面，还是快些将夫人带回去吧。丢尽脸面？我看丢尽脸面的是你吧？你有什么资格统领2万诸神卫？灵瑶神君领军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别说区区2万，就是10万、100万也不在话下。我不服！我们辛辛苦苦带领大军赶来，凭什么？不服？不服就给我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本帅手下只需要听从命令的将领。主帅，前线战事自然一切以主帅命令为主，我们夫妇2人自然也由主帅派遣。当然是听从我调遣，莫不是你们2人还想凌驾在我之上？不敢。那还不快领命退下！是。诸位，这位就是灵瑶神君，往后他就是你们的统帅，战场之上，他就是你们唯一的统帅。参见将军。切，凭什么？这玄尘神君当真偏心我们带来的诸神卫，凭什么交给林瑶来统帅？就算不是林瑶，也轮不到我们。那可不一定。你干什么啊？你可别乱说，这里是军营，
小心扰乱了军心，给魔族可乘之机。我又没做错什么，他又何惧我说什么？再说了，他只不过比我们早来几天，借着你的声誉才能得到这些东西本来就应该是你的，你就真的甘心这么拱手让人吗？还是说你对他旧情复燃了？你别胡说，这里可是军营，小心军法处置。我可是灵族圣女，若无大错，谁敢军法处置我？林瑶，我定要你身败名裂，最好死在这仙魔战场。你们听说了吗？咱们这儿新来的统帅实力竟然和我们一样，只是低等散修。他会带兵打仗吗？哼，谁知道呢？说不定是哪位神君后人来咱们军中混点军功傍身罢了。看那细胳膊细腿的，杀一个魔族小卒怕是都费劲。就是，还吹得那般玄乎，才来几天，竟然获得那般战功。我说这些日子，大家为何都不操练，也不听我的号令呢？原来是在质疑我的实力啊！灵瑶神君，末将李明，诸神卫统领。主帅说过，若有不服，可以朝神君领教，只要能过1招，便可免罪。主帅未免过于夸大了。若是神君能够1招胜我李明从此便只听你一人号令。但若是神君输了，那就请神君自行离开。对，李统领，我们支持你。我们也是。神君揍他！这些人还真是，多少人想追随神君还追随不到。若是他们知道神君的身份，那该是什么表情？可惜神君安危干系重大，身份必须得好好隐藏。怎么，灵瑶神君是不敢应战吗？就只打赢你，便够了。没错，只要打赢我，末将就誓死追随，绝不食言。对，我支持统领。军功何其难正，让我们把性命交到一个没有上过战场的女子手中，我们怎能安心？他一介散仙，利用假军功成了我们的统帅，我第一个不服。就是不服！李统领，打他！打他！闭嘴！你们在说什么？神君听到了吧？若是神君怕了，那就还请自己去找主帅请辞。我是绝不会让我的弟兄跟着没有经验的你上战场送死的，也省得你吃些苦头。你说的不无道理，况且你也是好意，那便依你吧。都退后！统领必胜！统领必胜！这是有人要挑战灵瑶。这李明身为诸神卫统领，一身修为自不必多说，也不知道这林瑶能在他的手下走过几个回合。林瑶，这次我看你怎么下得来台，定要你颜面尽失。李明战胜不了他。怎么可能？夫君未免也太看得起他了吧？他虽侥幸胜过我们，但不代表能胜过李明。咱们且看着吧。李统领，请。仙子，别说我打女人，我先让你一招，来吧。好。行，1招已过，开始吧。你在羞辱我，找死！狂妄！以我们家神君的修为，1招足以废了你，居然还试图让我家神君1招，可笑！我家神君这是在给你出手的机会。他到底是何修为？看似绵软的挥手，竟有着千钧之力。若非他留手，只怕他单单挥动那一下，就能直接将我……天哪！李统领居然输了！这怎么可能？多谢神君手下留情，末将李明愿誓死追随。起来吧。这怎么可能？这玄尘神君故意弄的吧？之前新宫外，我尚能和他过几招，到他这便1招败下阵来，这肯定是故意的。不行，我上去挑战他。不可，灵瑶是这诸神卫的统领，你若上去输了，丢的是我们的脸面；如果战胜了他，打的是玄尘神君的脸，扰乱军心。谁扰乱军心了？我看是他灵瑶和玄尘神君。你忘了，这次过来是要戴罪立功的吗？啊！而且玄尘才是主帅。最后都是他上报军功，你能得罪得了他？那怎么办嘛？我怎么可能看着这个没本事的小仙子在我面前得意威风，拿着别人的军功作威作福？到了上战场那日，如果想要逃离，我必不会同意。这诸神卫是由灵瑶来带领，往后他必定会上战场。上了战场，生死难料。若是那灵瑶只想躲在诸神卫里混军功，来日回天庭，我定要奏报天庭。林瑶，为了欺骗那些无知士兵，这表面功夫好歹也做足些吧。随意的挥挥手，
便把自己当作上神古神了。真要有那修为，又怎会如此不堪，沽名钓誉？当真是丢尽了仙家的脸。我竟不知玉莲仙子这般在乎我的声名啊！我只是看不惯有的人表面清高，背地里却卑鄙龌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将诸神位交给你统领，不过是主帅一句话的事，何必找人来陪你演了这么一出啊？你以为这样就能欺骗所有人吗？可不是所有人都没有脑子。确实，玉莲仙子，这确实不是所有人都有脑子，就像你，看起来便没有。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啊。我管你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林瑶，这里是战场，诸神卫是大战的主力部队，不是用来给你白捡军功的。你马上离开，别想在这儿捣乱。我知道，你不就是想证明你比我强吗？好让心雨觉得后悔。可你得凭自己的本事啊！在这军中，你这般演戏，只会成为笑话。笑话？就算我成了笑话，那不也都是你散播的谣言吗？所以，你是不答应了？真是烦人的苍蝇！这灵族的圣女究竟怎么选出来的？竟这般蠢笨！不行，我绝不能让他借着诸神位捡走这天大的功劳。我一定要想办法将诸神位抢回来。末将玉莲求见主帅。请进。玉莲将军前来是有何事？末将前来是有一事不明，想向主帅请教。你说。诸神卫乃是精锐之师，专克魔族，应当作为冲锋破阵之军。元帅将这样一支军队交给一个来战场坐等军功的女仙，属下觉得实属不智。她没上过战场，如何做好统领之责？那你想如何？末将玉莲请命率领诸神卫驱赶魔族。若主帅非要林瑶领军，那末将便要挑战林瑶。末将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天庭的精锐之师跟着一个毫无经验的人死在魔族铁蹄之下。你觉得凌瑶统帅不了诸神卫，那你就可以了？至少比他强。而且主帅你说过，不服者皆可挑战，那我便挑战林瑶。若是林瑶输了，那便请主帅将诸神卫交给我来统领。正愁如何让那些刺头完全信服神君，听从神君指挥。你既然亲自送上门来，那可就怪不得我了。谁让你好端端的非要找神君的不快，羞辱神君呢？好，我答应你和凌瑶比试。凌瑶如果输了，我可以答应不让他统领诸神卫。你要是输了，战后受3道雷罚，同时军功簿上不会。这不公平，主帅未免也太偏心了吧。林瑶输了只是失去诸神位，算什么惩罚？凭什么我还要受3道雷罚，并且还要失去所有的军功？凭什么？就凭你让本帅临阵换将，扰乱军心，凭你觊觎诸神位，贪图军功，为了一己私欲。若往后众人都如你这般，为了利益质疑本帅，那这仗还打不打？这可是你们逼我的，林瑶，你给我等着！修为高，我也未必不能胜你。好。我答应了，末将告辞。芷服，你觉得这战场的危机，当真能让一尊古神陨落？回神君，这战场虽然凶险，但似乎并不足以让一尊古神陨落。你也这般觉得？果然，我父神的死，果然是有蹊跷的。好了，神君，先别想这些了，想想明天的事吧。玄城元帅答应了玉莲对你的挑战，若是神君觉得麻烦，我帮你回了去。不用，玄城大抵也是想让我能够顺利掌管诸神位吧。毕竟我若亮明身份，必然引起魔族警觉。无妨，明日便随了他的愿。果然是古神神力。这小古神果然来了。你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吗？我会找到你的。奇怪，
怎么没有人呢？难道我又被骗了？是在找我吗？你说过可以找你帮一个忙，还算数。帮我办一件事，你可以不用辛苦的厮杀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我甚至可以答应在你需要的时候出手帮你一次。什么事儿？将你们的股神骗到那儿去。你可是帮了我大忙，当然作数。股神的气息。那我需要能快速提升实力，能够重创上神的东西。简单。血魔丹可临时让你拥有上神修为，奇神剑和噬灵珠也都是大杀器，若非股神，非死即残。哎，灵儿，咱们是不是赌得太大了？虽然上次咱们没有全力出手，但也感觉到他强大。你这样是不是太意气用事了？星宇哥哥，我并没有意气用事。我这次所争的不仅是诸神位的统领权，更是日后万年天庭的立身之本。如果不出我所料，这次仙魔大战后面至少万年不会再有战争，那到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可若输了又该如何？不仅没有丝毫功劳，你还要承受3道天罚。输给他？星宇哥哥，你也太看不起我了。之前或许会，但是这次，除非他是股神，但这可能吗？哎，灵儿，如果你要输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你就这样甘心再做一个闲散女仙吗？若是这样，那我就洗手为你做羹汤，又有何不可？我一定不会输。哎，林瑶，你还真以为你上了战场就能证明你自己了吗？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方式迷惑了主帅他们，让他们这般对你，为你争取军功。就是，他有何功绩？凭什么什么都没做就成了将军，统领我们诸神位？我等冒死冲杀，最后又能得到什么？这是何其的不公啊！是啊，说不定我们一不小心死在了战场上，所有的军功便都成了他的，这凭什么？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们神君才不会贪图你那点小小的军功。芷服，多说无益，要不手底下见真章。手底下见真章？啊，你就打算空手与我对战？有何不可？我是怕有的人输了，又说我胜之不武。所以你是觉得手上拿着一把顶级的仙器，就一定能……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别废话，来吧。奇神剑有着弑神之力，这玉莲哪里得来的？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劲道？灵儿不能输，如果输了，不仅得不到一点军功，还要受3道天罚。灵儿，沉着应对，保持心态。他只是力气大了些，没事儿，我再来。玉灵仙子加油！一定要将他打得屁滚尿流！玉灵仙子必胜！玉灵仙子加油！玉灵仙子加油！玉灵仙子加油！看到了吗？都是为我加油的。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他居然连法器都没有，就将玉莲将军压制了。这算什么？这不过是我家神君实力的冰山一角。是认输，还是继续？怎么会有认输的武将？再来！好恐怖的威势！这威力，玉莲将军刚刚隐藏了实力。我就说嘛，以玉灵将军的实力，怎么可能就这样被打败？怎么回事？为什么灵儿身上突然会有了些上神威压？是错觉吗？什么？刚才那一下没看清啊！灵儿，现在知道是谁厉害了吧？这怎么可能？服下血魔丹，我实力大增，他怎么还如此轻松？怎么回事？感觉周围的灵气都在往那边塌陷。哼，
噬灵珠。这是符神最后传音而来，伴随的气息。玉莲，你疯了吧？这只是平常的比武，你竟然用如此秘宝！主帅，你也没有说过不能用秘宝啊。如果灵瑶仙子她有的话，大可一用。无妨。这就是上神的力量吗？果然强大。去死吧！玉莲，这是什么力量？太可怕了！这让灵瑶仙子该怎么打？恐怕是要香消玉殒了。休要胡说八道，神君才不会被这种货色的人杀死。去死吧！神君，灵儿，不可能，他怎么会这么厉害？我从来不知。神君就是神君呐，纵使还未入主天外天，正式继任古神，也已有古神风采。不可能，他怎么可能？简单，血魔丹可临时让你拥有上神修为，奇神剑和噬灵珠也都是大杀器，若非古神，非死即残。难道他是古神？连那样的魔焰都不怕，他怎么可能是古神？不可能是古神，他必须得死！灵儿，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厉害的修为啊？灵儿，你没事吧？灵儿啊，星宇哥，他怎么会赢我？他怎么可能会赢了我？他一定是用了什么？神君打得好，打死他！看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末将诸神卫统领李明愿听灵瑶神君差遣。小仙愿听灵瑶神君差遣。愿灵瑶神君差遣。玉莲本质清贱，贪功冒进，我竟因为他而蒙蔽了双眼，忘记了瑶儿的好。现在，你们还有谁不服吗？起来吧！从今日起，灵瑶神君全权统领诸神卫。至于这个玉莲，违背区令，战后交由陛下惩处。灵瑶仙君威武！灵瑶仙君威武！灵瑶仙君威武！灵瑶，倘若当初我没有领莲儿回来，我用心的去了解你，我们是不是还能在一起？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我问你，这噬灵珠是从何而来？什么哪儿来的？这是战场上，当然是捡的，我还能从哪里啊？若是不说实话，被我查出来。莲儿，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我怎么从来没见过？星宇哥哥，我才是你的夫人，你为什么要帮着外人来质问我？我现在可是受伤的。不是我只是……哎，行了，你们不是想知道那个灵珠是从哪儿来的吗？那我就告诉你们吧，我是从战场上捡到的，可是具体在哪儿我不记得了。星宇哥哥，我受伤了，头好晕，你快带我回家。灵瑶，莲儿身上受了伤，我回去照顾一下，等她伤好了，我再来找你吧。不管你是不是古神，这事儿都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走。真君，怎么了？是有什么问题吗？这颗噬灵珠上，我感受到一丝父神去世之前的气息，派人去查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是。父神，您当年的陨落，难道另有隐情？回禀神君，怎么样了？可有查到？当年老古神陨落在这隐金谷，玉莲确实在场，而且什么？而且，老古神前往陨星谷，所有人都中了魔族的埋伏，饮恨当场，只有玉莲一人逃了出去。所以，这玉莲必然跟魔族之人有所联系。
若非如此，他也不可能安然无恙的活着回来。神君，这老古神之死必定和他有关，我这就将人拿下。哎，不可！现在还不可打草惊蛇，我必然会弄清楚所有真相，弄明白那日陨星谷当中到底发生了何事。既然那魔族之人没有杀他，那必然是想留他继续做些事。今日的这些东西，想必也都是那魔族人给的。我们将计就计吧。这诸神卫虽勇猛，但却不可贪功冒进。这样，将诸神卫分作2队，一队进攻，一队防守，以最稳妥的方式扩大战果，巩固战果。届时还要请星宇仙君再带领一队人马到坠魔窟外接应一下。星宇仙君回去要是有何不懂，都可以来找我。没问题的话，我有个问题。你说，你到底是谁？这重要吗？这有何不重要？你懂得这些战术，而且又会些武艺，为什么当初会下嫁于我？当初嫁你，是为了完成我父神的期望，以及当日你刚好出现在七星台上。所以说，你根本就没喜欢过我。星宇仙君似乎从来都没有摆对过自己的位置，做我的夫君时如此，做玉莲仙君的夫君时亦是如此。星宇仙君莫不是只是喜欢自己得不到的？所以你根本就没喜欢过我。我在你心里可以是任何人。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让人感觉到是我辜负了你？明明是你无情啊！把话给我说清楚。林瑶，你对我夫君做什么？管好你自己的夫人。你够了！我跟他只是讨论一下明日的作战战术。那你对我吼什么？终究会后悔的那个人是我，是我错过了灵瑶。神君，这场战役还是要看你了。哼，保持队形，左翼压上，小心魔族的噬魂兽，还有右翼稳定推进。李明带领着诸神队上。是，诸神一队上，堵住。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后方防守？我来帮你拿下首功的，攻下坠魔窟，退魔军天之涯100里。到时候我可不想看着这些功劳全被他给拿去。到时候你在天帝面前帮我说情，我是打头阵的。这是违抗军令。能真的帮你立功就行。走，随我冲！现在这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和掌握之中，你还指挥人，只会让他们白白送死。那要怎么办？我可不想让功劳全让林瑶拿了去。凭什么风头都让他出了？这些军功本该是我的，这缓慢推进要推到什么时候？再耽误下去，我就更难立功了。兄弟们，你们堵住侧翼！兄弟们，你们堵住侧翼！胡闹！你这样做只会扰乱计划。冲！都给我冲！只要能冲下，就能拿到军功。只要有军功就有奖赏，都给我上啊！这诸神一队后撤，重整阵型。阵型全冲乱了吗？这不，是不是疯了？这会害死他们的。那我能怎么办啊？他们上战场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牺牲了又如何？我有什么错啊？他们本来不需要死的，是你让他们白白送命。哭就知道哭，去一边哭去！我会让你后悔的，我一定要抢走林瑶的功劳。来，看那边。
李明，带你的小队把这个缺口继续堵上。还是神君厉害。他们都撤了，魔军都撤了。他们都撤了，魔军都撤了。我是先锋将，都听我命令，魔军已退，速战速决，拿下首功，冲啊！服从军令。你别管我，出发！是。撤退的队伍似乎有些整齐，看起来好像是诱饵。将军，再追就出了坠魔窟，算是进入魔族地界了，咱们还追吗？追！都给我拿下！我投降！我投降！你们别杀我！你们别杀我！将军您，我是灵族圣女，我知道很多天庭布防，我可以帮到你们，只要你们放过我。哦，他们呢？他们随你们处置，只要你们放过我一条生路。玉莲，亏你还是天庭第一女将，真没想到你是如此贪生怕死之人。就是，我们真是看错了你，居然会跟你这种人。人各有志，你们不过是一介小小散仙，而我是灵族圣女，我活着比你们活着都强，你们应该为我去死而感到荣幸。嘿，臭不要脸！闭嘴！玉莲，你还是个人吗？拜见魔尊！拜见魔尊！真是精彩，你就该是我们魔族的一员。你是魔尊？拜见魔尊！魔尊！玉莲仙子何必见外？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合作了呀。玉莲，你个贱人！没想到你竟是魔族奸细，你真该死！我不是。何必着急否认呢？我能杀了你们的古神，还要多亏你呢。什么？古神的陨落居然跟你这个贱人有关？我们居然被你哄骗至此！我没有，你别胡说八道。哦，是我胡说吗？让我帮你想想，你都干了些什么。不过，你应该也猜到，你要对付的人，就是如今你们天庭唯一的古神。得罪了他，你在天庭还有立足之地吗？来吧，加入我们。杀了眼前所有的人，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你的一切了。而我可以让你成为天庭唯一的古神。我不能被知道，不能被知道，我就是古神。魔族大军已经退回魔界，停止追踪。不可！莲儿现在追击魔族一个小分队，至今未归，一定是遭到了埋伏，我必须要去救他。玉莲违抗军令，擅自行动。如今魔族大军已退回魔界，若是再前进，那便是宣布与魔族大军的开战，不可再前进了。收队。不能对神君无礼。莲儿现在身处魔界，你却不去营救，什么意思？你当真觉得玉莲在魔界会不能活着回来吗？你什么意思？哼，什么意思？我家神君的意思是，玉莲仙子在魔界，只怕比在仙界过得还要滋润。胡说八道什么？是不是胡说八道？过2日便会见分晓。走。莲儿现在已经进去了2日，至今没有任何下落。这样，等我们把她救出来，我亲自带着她去给你登门。这与私人恩怨无关，是诸神位，绝不会再往前一步。我都已经低3下4，还要我怎样？你低声下气了不起啊！进入魔界，遇到魔界大部队，是打还是不打？你算个什么东西啊？敢跟我这样说话？我什么身份？你不先掂量掂量自己什么身份？把你身边的狗给我管好了，别让它在这狗吠。我的人，轮不到你来管。走。来了。神君小心！灵瑶神君，快来救我！我在
在陨星谷，我发现了老古神陨落的秘密，他们已经发现我了。他们想要通过陨星谷侵袭人间，现在人间已经生灵涂炭了。神君，这会不会是陷阱？是啊，神君，他的话怎能相信？他极有可能早已是魔族奸细。如今陨星谷已是龙潭虎穴，老古神就是折损在那里，神界上下只剩下您一尊古神，你可万不能冒险呀！我知道这或许是陷阱，但他提到了父神陨落的真相，我必须要去弄清楚，哪怕就只有1/1000的可能。况且，若是这陨星谷真能让魔族通往人界，那我必然是不能坐视不理的。玄尘、整军，做出大军压境的态势，佯攻魔族几处重要据点，转移他们的注意力。神君，您难道要……我要亲自去一趟陨星谷。有些真相必须要亲自去验证，有些陷阱你必须亲自去踏破。你们在外策应，若遇强敌，不可恋战，保存自身实力最为重要，可记住了？末将遵命，还请神君务必小心。玉莲，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你们又在耍什么花样？这是一些易散的古神本源之力。玉莲，玉莲，我来了，出来吧。林瑶，你果然来了，你还真是愚蠢啊！为了所谓的真相和一群下等生灵的生命，居然明知道是陷阱，也要往里面闯啊！就用你们的性命来换我的生，就用你们的性命来换我的生！哈哈哈哈！看，你已经回不了头了。若是天庭知道你所做的一切，必会将你挫骨扬灰。而我能给你一条生路，甚至我能给你更多。想想，是谁夺走了你的一切？是谁让你一无所有？是谁让你落到如今的地步？难道你不想将他踩在脚底下吗？夺回属于你的一切。林瑶，相比之下，你的选择似乎更加愚蠢，残害同胞，投奔魔族。玉莲，你当真是无药可救。你闭嘴！都是因为你，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凭什么你就高高在上，拥有一切？他们觉得你才是那位最后的古神，可我偏不信。收起你那副高高在上、悲悯众生的嘴脸吧，你倒还真是和那位死去的古神一样虚伪。我父神的死，当真与你有关？哼，他和你一样，也是因为悲悯那群下等生灵的贱命。我只是和他说，魔族想要屠灭人界，他就信了。来到此地，纵使发现是个骗局，明明可以走掉的，但他还是选择为了救下那数万天兵，和我留在了里面。里面？把话说清楚，到底是什么里面？古神是最为古老的神器，魔尊也不过是一尊入魔了的古神，便是魔族故意设计了陷阱，以父神的能力也不会轻易陨落。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很快就知道了。今天这里就将是你的葬身之地。魔尊大人，他来了。天界古神，本尊可等你多时了。好好享受这陨星谷内的绝地秘境，连老古神都隐恨于此。
待你也陨落于此，古神之力重回天地，这三界便唯我一尊古神，我便是三界主宰。哈哈哈哈哈！好凶厉的气息，此地竟然已经不亚于一些太初兄弟，难怪父神当年会在这里陨落。这些煞气怨灵似乎敬畏我的神力，并非真正的毁灭之力，反倒像是某种执念和残余能量。是那场大战中陨落于此的那些天界英灵。这里竟不是绝地，而是一处刚刚诞生不久的先天福地。不对，若当真是福地，父神又怎会再次陨落？父神，是你吗？父神。这是一尊先天孕育、天生地养的新生古神。神君怎么还不回来？都怪玉莲！我就说他一定有问题，神君就不该这么过去。说是神君出事，我定不会放过你们。你少在这里推卸责任。若非当初你不让我救他，如今又怎会如此？现在他独自去了，反而害得我们担心，简直……报！魔尊带着魔族大军大举反攻了。什么？这怎么可能？魔尊这会儿怎么可能出现在战场？不好！传令下去，退回天之崖防守。是。陛下，这是前线送来的紧急密报。呈上来。好，灵瑶失踪。魔族大举进犯天界，灵瑶可是这神界最后一尊古神，他若出事，天外天坠落，那才是毁灭性的灾难。速召众仙官到凌霄殿议事。报！玉莲将军回来了。他回来了？可要见到我家神君。哎呀，算了，我们自己去看。好，走。玉莲，心雨。你们干什么？快将人放进来！不准放！这是什么意思？玉莲可是自己人。哼，什么自己人？我看他分明就是魔族奸细。你若将他放进来，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心雨哥，我不是，我真的不是。玉莲怎么可能是魔族奸细？我知道，你们一直在担心灵瑶的安危，我也一样。但也不能这么污蔑玉莲，出了什么事，我负责。你叫什么名字呀？他给我取了个名字，叫西尘。他
倒是没想到，这天生福地里居然有着一尊新诞生的神祇，可惜只是上山神位。也罢，我也只有万载神元便会枯竭。既然有幸相遇，我便助你蜕变成为古神，也算是为神界、为众生留下一抹希望。于我而言，万载不过须臾，往后便靠灵妖与你肩负古神之责了。就叫你西尘吧。西尘，晨曦之晨，光明之君，很好的名字。父神，原来您不是战死，您是找到了延续的希望，选择了献祭自己。那魔尊要是知道，自以为发现的是绝地，实则是神奇半生的福地。这古神不仅没有少，还多出了一位，该是什么表情？西尘，我带你回家。父神的遗憾，由我们来弥补。魔尊的罪孽，也该清算了。恭贺魔尊大人除去心腹大患，自此之后，三界再无古神，唯您独尊。哼，古神，从今往后，我就是唯一的古神。待所有古神本源回归天地，本尊便可吸纳为己所用。届时，我就是真正的不死不灭，三界共主。哈哈哈哈哈哈！传令下去，全力进攻！大家坚持住，天庭之援马上就到。为什么魔族的攻击总能找到我们最薄弱的地方？调度完全被看穿了。主神位绝不能后退，哪怕战至最后一人。你们都听着，劝你们不要负隅顽抗，还是投降的好，否则便只有死路一条。休想！我玄尘宁愿战死于此，也绝不苟活。我绝不会向你们这些魔崽子投降。兄弟们，死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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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群废物！等魔尊大人攻破这里，你们都得死。届时成立新天庭，我就是新的古神。真是负隅顽抗！你们的古神已经彻底放弃你们了。今日天之涯必破，仙界当灭，投降者可得永生。什么？古神已经放弃我们了吗？是啊，古神为什么还不来救我们？魔尊都出来了，为什么古神还不来？林瑶，就算你是古神又如何？那秘境里能死一个古神，就能死第二个。你死了，一切的功劳就都是我们的了。古神怎么还不出现？古神怎么还不出现？不要被他骗了，古神绝不会放弃我们的。我们古神和天帝陛下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若是你们的古神真的在意你们的死活，又怎么会到现在都不出现呢？是啊，古神为什么还不出现？别再负隅顽抗了，你们的古神或许此刻已经殒命，
你们又何必白白送死呢？不会的，我家神君一定不会有事的。难道古神真的陨落了吗？还是古神真的不在乎我们的死活？也是，那个是高高在上的古神，又怎么……谁说本神陨落了？怎么回事？不是说灵瑶就是古神吗？是魔尊搞错了，还是灵瑶没死？不可能，他必须死，否则天庭再难有我的立足之地。古神是古神！太好了，神君总算回来了。神君拉着的小孩是谁啊？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还活着？你怎么可能从里面出来？那老家伙可是都死在里面了的。怎么，魔尊看到我很意外，很失望？看来要让魔尊的希望落空了。古神来了！古神没有放弃我们！我就说，就凭林瑶那个贱人，他怎么可能是古神？他果然死在了那秘境里。这下再也没有人能知道我做了什么了。这怎么可能？你不仅出来了，神力还变强了。没什么不可能的，我不是都已经好好的出现在这儿了吗？说起来，还得多亏了魔尊呢。古神，这小东西也是尊古神，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还有古神的诞生？是那个老家伙搞的鬼！他说什么？那个小孩竟然也是尊古神！古神是2位古神啊！天佑仙界！天佑仙界！天佑仙界！西尘，怕吗？这些东西我很讨厌。净化之力，他怎么可能有净化之力？将士们，古神归来，随我反击！诛灭魔寇！杀！小孽种，竟敢坏本尊大事！我要弄死你！西尘，把你的能力借给我。此地非你肆虐之所，滚回你的魔渊去！本尊不可能会败。不！谢古神就是真！恭迎古神！谢古神就是真！这就是古神之姿吗？该死，这魔尊败了，还怎么帮我成为古神？罢了，反正如今灵瑶也死了，也无人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回到天庭，我照样还是战神夫人，照样能风生水起。瑶儿，你还活着，太好了！仙君，还是注意分寸的好。他怎么没死？该死，这是怎么回事？是那个小古神，看来是古神去把他救出来了。希望他不要乱说。哼，就算乱说又能如何？拿不出证据便是污蔑，便治不了我的罪。夫君，人家不理你，你又何必热脸去贴？你莫不是忘了我才是你的夫人？林瑶，你个贱人！天之涯一战，诸卿浴血奋战，终击退魔军，护我仙界安宁，功勋卓著。今日以功论赏。擢升玄尘为
九天护法天尊，统领天庭兵马，赐九霄云府。谢陛下隆恩，此乃末将本分。擢升李明为诸神卫大都督，封荡魔真君，赐神兵法宝若干。谢陛下，末将定当竭尽全力护卫天庭。册封指符仙子为瑶光仙子，领4品仙职。谢陛下。星宇哥，怎么回事？怎么还没到你？看来是因为我的帮助，星宇的奖励放在最后了，定会是十分丰厚的赏赐。法旨宣毕。众卿可有异议？并无异议。我不服，陛下，为何没有我与星宇仙君的封赏？我等亦在战场拼杀，莫非是因为某些人加私报复，故意打压？你莫不是忘了，军功簿上不可能有你的名字。至少比他强。而且主帅不是说过，不服者皆可挑战吗？那我便挑战林瑶。若是林瑶输了，那便请主帅将诸神位交给我来统领。好，我答应和灵瑶比试。灵瑶若败，我可以答应不让他统领诸神位，但若是你败了，战后受3道雷罚，同时军功簿上不会。那星宇神君呢？为什么他也没有？还请天帝陛下给我一个说法。莫不是天庭就是这般对待有功之人的？你要说法，好啊，本尊便给你说法。本尊问你，你可知罪？我有什么罪？便是有些小罪。战场之上，我也是立过功的，如今没有赏赐，已算是功过相抵。功劳？你有何功劳？既然你不认罪，那我就说说，看看这些罪你是认还是不认。你一罪，贪功冒进，违抗军令，致使麾下精锐尽毁，动摇战线。你2罪，窃战而降，残害袍泽，为苟活性命，致使袍泽惨死。你3罪，背叛天庭，勾结魔族，更是企图暗害。他说的都是真的吗？我没有，这些都是他胡说八道的，我没有，你们都在胡说八道，你在冤枉我。冤枉？本尊说你不冤。星宇，至于你罪在识人不明，偏听偏信，纵容包庇，险些酿成大祸。哼，林瑶，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说我们罪大恶极，那你呢？你竟敢殿前失仪，一个闲散小仙，竟敢登上古神的位置，你这是对古神不敬，对陛下不敬。陛下，臣请治林瑶大不敬之罪。我不过是回到了我应该在的位置，如何就成了大不敬了？哼，你应该在的位置，难不成你是说你就是那位古神？冒充古神更是罪加一等。那我若是说本座就是……他竟然是古神！我竟然挑战过古神！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是古神？真是可笑！你说你是古神，你便是古神了。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证明？吾之神位，天地共建，何须向你证明？我看你就是假冒古神，自然无法证明。你简直胡搅蛮缠！他无需证明，寡人可为他作证。寡人今日就让你死个明白。此乃历代天帝传承之昊天玺，亦为古神一脉信物。唯有真正的古神，方能引动其共鸣。尔等看好了。
贺古神归位，天庭之幸，苍生之幸。他竟是古神，我竟然就这么错过了！我究竟都做了些什么？玉莲，数罪并罚，剥夺仙骨，打入轮回畜生道，历百世之苦，已赎其罪。准！星宇哥，星宇哥，不，星宇哥，星宇哥，我没有啊！星宇削去战神封号，折贬下界，镇守北荒寒狱万年，静思己过。令发，谢神君不杀之恩。拜见灵瑶古神，神奇古神，恭贺古神。